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是派拉蒙全球公司 Para 股价因终止与传媒的合并谈判消息，而周二下跌近 8%。该公司仍将探索其他价值创造机会。接下来，甲骨文预计2025财年收入将实现2位数增长，超分析师预期，表明其人工智能云服务需求强劲。盘后股价上涨 9%。公司还宣布与 ChatGPT 制造商 OpenAI 和谷歌云合作，向客户扩展其云基础设施。接下来这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制定利率方向时，面临来自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政治压力。尽管政界人士的施压，但鲍威尔致力于坚持数据驱动的基准，专注于就业和通胀数据。目前政界人士对其施压有限，因为他们无法直接影响利率决策。鲍威尔对数据的关注可能会阻止他在大选前降息，让我们关注。总之 ，Vanguard 因贪婪对客户收费，作者决定将 401k 账户转移到提供更好交易的 Charles Schwab， 以避免向 Ascensus 支付费用。接下来 ，GameStop 宣布通过发行股票在市场上筹集约 21.4 亿美元。此前 ，meme 股票影响者基斯·吉尔3年来首次进行直播。下面这条，罗德岛雇员退休金系统指控马斯克利用内幕信息出售特斯拉股票，获利数十亿美元，并要求法院下令其返还非法所得。此诉讼是在特斯拉股东对马斯克560亿美元薪酬方案进行关键投票前2天提出的。此前，一位特拉华州法官以马斯克不正当控制流程为由，宣布该方案无效。下一条，亚洲黄金需求旺盛。尽管价格接近5月创下的历史新高，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促使买家抢购黄金以对冲风险。其他投资选择，如房地产和股票的信心下降，也是黄金需求背后的因素。接下来这条，摩根大通通过一系列交易转移了其200亿美元贷款的损失风险，其中一些风险最终回到了竞争对手银行。尽管此类交易旨在将可能的贷款损失转移给对冲基金和其他非银行投资者，但部分投资者向其他银行借款以资助其持有头寸和提高收益率。结果，这些银行可能会从交易激增中获利，但也可能面临潜在损失。一些监管机构对此提出担忧，因为此类复杂交易背后仍存在贷款，可能导致风险回归银行体系。下面这条，石油连续2日上涨。行业数据显示，美国原油库存减少，而国际能源署的市场前景报告即将发布。下一条，阿波罗和其他投资者计划为墨西哥航空首次公开募股筹集5亿美元。尽管面临市场波动， Aeromexico 仍计划在墨西哥城上市，并与多家投资银行合作。让我们关注澳大利亚2个机场和1个主要港口签订了价值7亿澳元 4.67 亿美元的可再生能源协议，这是该国覆盖多个州和行业的最大此类计划。下面这条，中国5月份消费者价格涨幅低于预期，工厂价格连续20个月下跌，引发持续疲弱的需求担忧。让我们关注极端天气佐德在蒙古肆虐，导致超过710万头牲畜死亡，占该国牲畜总量的1/10，严重威胁着牧民的生计和生活方式。下面这条，美国大多数司机支持车辆限速技术。调查显示，超速是美国交通事故死亡的主要因素，超过1半的司机承认在过去1个月内至少超速15英里每小时。最后为您播报的是，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卡扎克斯认为，央行应逐步降低借贷成本，以确保通胀不会再次抬头。他表示，上周的首次降息是好消息，向经济发出了货币紧缩政策不再需要的信号。但是，他警告说，尽管今年有望进一步降息，但官员们必须谨慎行事，因为通胀有时会卷土重来。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